秘密南方，我觉得我佩服的这个展览，它企图里面的勇气，是因为他想要透过艺术作品去揭露的那个时代，其实是个禁忌的时代，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谈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呢，它好像是展的是艺术的作品，可是艺术作品在交织的过程里面，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提问，加上年轻世代的这种比较当代艺术的这种重新解读的新的委托制作的作品，更比较敏感的角度去切入到过去所无法这种理解或者探讨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地方它需要胆识跟勇气，那我觉得是这个展览里面很可贵的一个部分。我大概10年前开始踏入策展这个领域，我就开始意识到，世界其实会朝向一个我们很陌生的方向前进。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些所谓的南方国家地区的一个交流非常感到兴趣，因为我自己认为，这个世界的未来是在那个方向的。南方这个词汇，我们对它总是黏附了一些主观的经验想象，有可能是台湾是处于北半球，始终是在北半球的这个关系位置里面，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里面，我们好像是处于一个比较主流的半球。可是事实上呢，台湾它其实在这个北半球的位置里面，我们其实是相对在南方的。那这个相对吊诡的位置，也就形成我们从小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传说或者一些叙事里面，我们如何去想象南方对照于正统的这件事情，好像它是一个金三角，它是稳定的它是绝对的。那这种绝对的稳定跟不确定性里面，我觉得刚好是台湾处于北半球却位于北半球南方的这种尴尬的场域。因为我们在讨论那个台湾跟全球南方的一个就视觉艺术领域的一个交流史，那我是选择从就是冷战这个时期开始。那其中一个蛮大的原因是因为日治时期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史，在美术领域的一个交流，它可能主要还是聚集在战后。那这个战后它当然就很大的一个程度会跟所谓的冷战结构是相牵在一起的。那我们在这个展场的一个发展，我是希望说观众能够透过整个展览观赏的一个时序，可以去感觉到从1940一直到当代，那我们在整个台湾和全球南方交流史的一个变迁。所以它比较特别，就是它并不是用这个所谓的流派或是技法或是风格来去做一个美术史的一个展览，而是用一个比较交流史的一个角度去发展出台湾在不同时期跟不同区域之间的一个交流关系。我们整个展览从2022开始，是从这个1940到1960年代。那这边其实分为2个区域。那1940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从2战末期，那从伊西哈拉西赏石原子山的这一幅描绘吕宋岛难民的战争画作为一个起始点。那这边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台湾从
二战结束一直到50年代进入到这一个冷战时期，它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转折。那在50年代，我们可以开始看到，比如说像郭雪湖到泰国跟菲律宾交流的作品，以及刘奇伟60年代派驻到西贡，那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作品。2013展间呢，则是强调从1960到1980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一个交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史博馆借出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红救国的作品，以及1975年习德进拜访菲律宾所留下来的这一个他针对菲律宾所描绘的人物画跟风景画。你选的那2条路是活路还是死路？活路就继续做，当然我没有选择的机会，我就继续做到现在。204展间，我们则是针对这个比较尖锐的议题，也就是抑郁跟孤军作为一个出发点，那主体放在许家伟，他以当代艺术家的一个角度来回看这个冷战的一个前线。但同时我们也纳入了像是谢里法或是蔡朝儒的一个作品，来呈现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一个冷战冲突时期的一个美术发展的一个脉络。这一次展览其实比较特别的是，还规划了3个就是 commission project。那其中第一个呢是邀请梅丁岩老师。那这个计划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是根据北美馆所馆藏的这一个梅丁岩的作品《埃敦立替》所发展而出的一个不知道该说它是典藏作品还是新作的一个特殊的计划。那我当时想说，我这件作品本来就是在处理中华民国的外交的这个后续问题啊，我不是在算外交国当作品，我是在谈一个身份认同的观念啊。但是我难免在处理过程中，我会面临到说，有断交啊，或者是有建交怎么办的问题。啊，就是这里面是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希望作品的美学的意义，不只是在场讨论或者车展人这样讲一讲，而且它跟现实之间会有密切的微妙关系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那个课题放在美学的脉络里面怎么来面对？啊，所以我当时说，我的直觉就是说啊，不管了，我至少要把那个断交那个国家的盘子盖起来，用黑布。我在想就是用黑布。那当然，那个盖的仪式，它算不算这件作品的所延伸出来的一个 performance？ 这个我不愿意随便去套美术史的风格来支撑我的这叫艺术。我只是讲说，它当时有一点随机啊，而且有一点意外啊，有一点不可知的，这一切的所有的在变化中的事件，都属于我的美学范围。其实梅丁岩这样的作品，它是一个概念艺术的系统。我们真正典藏的是它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呢，它并不会因为时间转变它就停止了。
他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跨时代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刚好可以运用这个机会来去思考，到底我们典藏了什么。2026展间我们分为2个部分，其中一个是台湾从1980一直到1990的这个新加坡的交流史。那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新加坡重要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在这一次能够很完整的被展出，那同时也和新加坡的文献工作者去发展出完整的台湾跟新加坡之间的文献的脉络。那另外一个部分则是1990到2000年代北美馆的台湾跟拉丁美洲的当代艺术交流的部分，那这里就完整展出北美馆本身馆藏的中美洲当代艺术的作品。其实在1990年代的末期是李登辉政府推的新南向，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以经济导向，所以那时候有输出很多的代工厂建设在东南亚的地方。那么到了蔡英文政府推的新南向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意识要做文化交流，所以在翡翠计划或者是文化部的文化园丁，他们都是有特别针对是文化或者是艺文表演类艺术做交流的项目这样子。这一些政策的推动的确是对青年也尤其是大概40岁以下的文化工作者有相当深的影响。但是我觉得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其实带给35岁或者30岁上下的台湾年轻人有一个很深刻的影响，就是我们要去寻找一个新的，就是相对于中国文化一个新的对文化主体的参照点。所以其实在2014年之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的台湾艺术家他去挖掘日治时期的台湾的东西，或者是他们直接去走到以南岛文化为范围的我们说的东南亚的这一个地方去寻找创作的灵感。典藏其实是个美术馆的心脏。北美馆作为一个先当代的美术馆，我们已经既有的5000多件非常精彩的藏品，我们其实应该要让它上架。所谓上架，就是说做了到对的层架上面去。而在我们对这样子的兴趣聚焦以后，我立刻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南方这个词汇当它出现的时候，让我想象，假如库房是一个球体，那不常出库的作品不就是隐喻中的南方吗？那或许这个南方对于我做馆长跟做总策展人可以调度典藏品的契机里面，它也就是用另外一种角度，让我们可以观望这些其实容易被轻忽的作品的范畴。我也是企图呢，在邀请策展人的时候，他可以某种程度松动脱离纯美学的这个角度，去让一件艺术作品呢，有可能让它重回大时代脉络的角度里面去观望它。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艺术作品作为美术馆的珍贵的资产，它其实是双重的媒介。我很希望这些作品它可以在这次展览里面重获另外一种能量跟精神，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议题、不同的策展的手法，去让它对当代社会做推波，甚至对于过去与未来都进行想象。